油管3000老教友的再次来信啊，上次是朋友小舅，这次是小舅的女儿啊，这是那个学学的，这小舅出事的那个啊，挺有意思的。王叔您好，我是上个月给您写信说朋友小舅在殡仪馆啊被附体那个经历的油管3000老教友。上次说的是朋友小舅的事儿，这次来信说朋友小舅女儿的事儿吧。之前就听朋友说过，他小舅的女儿晚上经常出去喝酒，怀疑有外遇。虽然他表姐不承认啊，但是所作所为都不是一个有夫之妇应该有的行为。哪有一个有夫之妇的女人经常在外面喝酒，喝到1、2点才回家的呢？昨晚朋友收到消息说他表姐要收拾东西离开，一些亲戚都去他表姐家里劝说，一直谈到了半夜。他表姐也谈了很多的心里话啊。之前他表姐的妈妈问是不是有外遇啊，就问他女儿你是不是有外遇啊？哎，女儿不承认啊，他表姐不承认，没有。他小舅呢，当然是向着女儿了啊，就是亲戚呢就说啊，他小舅生病住院都是女婿在忙前忙后啊，就是这个女的就是他这表妹的老公挺好的啊，实在人忙前忙后，女儿是问都不问啊，对他岳父是问都不问啊，对他亲爹，他小舅这才改变想法支持女婿。昨晚啊，朋友小舅以前吸过毒坐过牢。昨晚朋友的表姐说，就是因为自己父亲以前吸过毒坐过牢，一直怕被老公家知道，一直怕老公知道后来还是知道了，然后公公婆婆就另眼相瞧啊，公公婆婆瞧不起这儿媳妇，所以儿媳妇出去玩去了啊。而他父亲对他小舅说，我吸毒也没花你家的钱啊，就不服。虽然有个这样的父亲对孩子确实有影响，但我感觉仅凭这一点不能成为出轨的理由。昨晚亲戚在他表姐家深谈到了凌晨啊，今天得知他表姐不走了，而是表姐夫收拾东西走了。这个老婆本来要离家出走精神出户啊，谈了一宿，老公精神出户。这个表姐夫是外地人，在这边工作，两人以前是工作同事，而相识结婚，然后就倒插门住在女方家啊。表姐夫月薪1万多，发完工资都交给女方，这好老公啊，基本平时下班回家。所有的朋友都喜欢同情这个表姐夫，而朋友的表姐现在才30岁，两人是16年结婚的，育有1女，孩儿在上幼儿园。说他表姐以前不打算要孩子的，朋友说他表姐平时基本都化妆的，见不到素颜的，可能是在外边玩花了吧，迷上了外面的生活。听到朋友说他表姐的事情啊，我联想到王叔以前在节目中讲的内容，难道是他表姐在外边找到了幸福啊？性爱的性，所以10头牛都拉不回，你把这个难道去掉啊，就是啊，连离婚手续都不办啊，收拾东西就要走，孩子都不顾了，都不要了，夫妻俩平时也没有什么大吵大闹过啊，结果就都这么多年了啊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一个女人这样抛家弃女？除了王叔讲的内容，我想不到别的原因啊，就是这个内容啊。现在朋友的表姐留下了，表姐夫收拾东西离开啊，因为性和谐不和谐，只有表姐和表姐夫俩人知道嘛。表姐夫收拾东西离开，接下来应该是办离婚手续了，孩子不知道还跟谁呀？可怜的孩子呀，生在这样的家庭。对了，外遇那个男的是个离婚带娃的，和这个女的是同学，不知道他离婚了跟了那个男的，未来会怎么样？那就不是你担心的了，那是人各有命啊。不知王叔对这个案例有何看法？想听听王叔的见解，附上表姐的抖音图片，从面相能否看出来什么呢？由于是朋友小舅家的事情啊，所以呢写的不连贯，请见谅。这个照片我看了，就是我说的，就或者你说的啊，这个你小少妇，哎，我给大家看看啊，可好看了啊，这小少妇可好看了，哎呀，非常好啊。这小少妇就是典型的一个性爱冲昏了头脑的小少妇啊，当然也不能叫冲昏头脑啊，冲昏头脑是山河4省啊，叫性爱觉醒的小少妇啊。所以啊，女人一定要在婚前玩个够，那也不是，就是也不是说玩个够，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喜好啊，你不要，我跟你们讲性爱啊，咱们讲严肃话题啊，小男孩小女孩可以听的，性爱在婚姻里占51%啊，就是如果你经营公司的话，你知道51%股东意味着什么啊？叫绝对控股，性爱啊，必了在婚姻中占比就是51%啊，这51%失去，你就是一个弱势股东。啊，就是你懂吧？就是你把所有的事儿都做到，你当做如是观，你看这个问题就没有意义，没有疑问了。你什么啊？结了婚之后把钱全交给老婆啊，1万块钱月工资全交，然后家务都是他干，然后孩子都是他带啊，然后从来不出去玩，这是49%做满还是49%，你永远控不了股，懂吧？然后人家有一个大鸡巴男啊，西门庆咔给床上给弄舒服了，弄到从未有过的，就是车钥匙拔出来，发动机还在抖动的这个高度了，那个男的就赢你刚才做的所有的49%，为什么？这叫夫妻，这叫夫妻。这不叫搭伙过日子，剩下49叫搭伙过日子，不一定是男女，搭伙过日子2个男的2个女的都行啊，3个人也行啊，搭伙过日子，大家抢着干活，抢着把钱放到公共储蓄账户里，省吃俭用啊，可是自己先受罪，然后让别人幸福，这叫搭伙过日子。正是因为操逼生小孩是操逼的过程啊，副产品，所以才叫夫妻，懂吗？所以51和49的关系要搞明白。如果夫妻2个性生活不和谐，无论如何这个婚姻都是不合格的，因为你们是在结婚，大姐，你们是在你懂吗？好多东西，同性恋也适用于此啊，就是因为夫妻不一定是异性啊，也可能是同性啊。看过那个金庸先生写的那个《笑傲江湖》吗？沧海一声笑，看那个吧。那个令狐冲和小师妹岳灵珊在一个那个逃难的小船里，吴马大胡子和吴马和林家英吧，英叔吧，两个人演江湖的2个高手啊，一个弹琵琶，一个抚琴，笑傲江湖曲谱，那俩是同性恋夫妻的。哎，你看不懂吗？金庸没说透，他俩是同性恋，而且是忠贞不渝的同性恋夫妻，性生活极其和谐，精神也高度吻合，所以一个死，另一个殉情的。那2个高手叫什么名我忘了，等哪天我做一期同性恋专题，我说一说同性恋的爱情啊。虽然我不是同性恋，但是我很尊重他们啊，大家不要小看他们啊。因为古代女的往往都没有受过教育，所以男人之间的这个灵魂撞击啊，他一旦是同性恋，他更爽啊，明白吧？谢谢点赞和订阅哦。